83年的啊，你都40岁了啊，我说你怎么还这么天真呢？居然问我啊，交友网站上认识的男人聊了几个月了都不提出见面是什么意思？我的天哪，你居然还问我要不要主动约他一下。我就问他啊，这个男的是什么情况？他说比自己小5岁，非常优秀。然后呢，那长相啊，真是长到了自己心坎上啊。说白了，你就是喜欢人家呗，按耐不住了呗。我说你啊，一个40岁的女人了，这个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啊？人家跟你聊了几句，就等于他看上你啦？人家为什么一直跟你聊着，又不跟你见面呀？这么大的人了啊，会不会分析？你就是人家养的一条鱼，你明白吗？你在他的鱼塘里啊，你都不知道被排到了哪个位置。要真的感兴趣，他早约你了，还能等这么久？你就换位思考一下嘛啊！如果你是这个男人，你能看上一个比自己大5岁的，长相也并不很出众的，身材还有点走样的，略微发福的40岁的女人啊，人家那不是个杀猪盘啊，你都万幸了啊，赶紧烧高香。那些在交友网站上聊天的女人啊，被骗财骗色的还少吗？真的是不清醒。还说自己就喜欢年轻点的长得帅的男人啊，自己一年也能挣100多万啊，不需要他太优秀。我真的是啊，被你搞的呀，真的下头。我说你要是真的是想找个年轻的弟弟，那你可得想好了，人家那可就不是图你的人了，那真的是图你的钱了。你得舍得给你的小男人花钱，你懂吗？而一个男人啊，总是被你养着，时间长了，你自己受得了吗？那比你年轻挣的又多的男人，能看得上你吗？你咋就老得这么自信呢？你别看那些老男人找小姑娘啊，那是人家舍得给小姑娘花钱。你以为小姑娘找老男人是图他的老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反过来小男人找你，那不也是一个道理吗？对吗？他不可能图你老，图你胖，图你子宫都走样吧？但是啊，问题是自古女人都慕强，你又能熬几年？那你的小男人以后有了点本事了，仍然是想找个年轻的。这个就是现实。所以呢，我奉劝那些整天啊做大梦的大龄剩女，想通过婚姻发财的，想找个弟弟结婚的，真的啊，我奉劝你们收起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啊，你们踏实一点，行不行？有时候真的让我很无语，在征婚这件事情上，总有女人把女人的择偶标准当作是男人的择偶标准，你说可笑不可笑啊？比如说啊，女人在选择男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第一需求，就是男人的经济条件得好，对吧？收入越高越好啊。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很多高收入的女人啊，她们就会有一种思维，我一年挣好几百万，那我是不是也得找一个年挣好几百万的男人呢？甚至有的要求啊，年收入1000万级的，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的优秀。或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找个男人啊，得镇得住自己的，得让自己有仰视感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的个案我们且不去讨论了啊，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我们就说一说大部分的情况。如果一个女人年入好几百万，基本上啊，她很少是属于年轻的状态了，一般都是在30岁以上了啊，甚至是年龄更大一些的女性。其实呢，从年龄来讲，可能找对象已经是一个劣势了，对吗？男人们一定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那么再有就是啊，你收入好几百万，遇到个收入好几百万的，或者是收入1000万的，这个男人如果还不算老的话，那么他看得上你这几百个吗？就退一万步说，你可能家境富足，资产过亿，如果他的资产在你之上的话，那他可能也并不需要你的那个资产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人你的财富是自己的啊，你不需要拿出来共享。而男人的财富呢，是要养家的啊，是必须要跟妻子儿女去共享的。所以男人其实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他不会太要求对方的经济状况的。你确实很优秀，你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但是他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温柔懂事，能跟自己相处舒服的女人而已。所以你的优秀啊，很难成为他的爱情，最多也就是能比较欣赏你这个啊，跟爱情也是不沾边了的，对吗？还有一点啊，有的女人她遇到了比自己优秀的男人，但是她什么都不想付出也不想努力，他们就觉得我又不缺钱了我没有必要去迎合你，去讨好你，凭什么？可是你又想要找一个优秀的男人，但你又不想付出努力，那人家又凭什么呢？你所谓的你的优秀不代表别人就需要你这个价值所以你所谓的优秀可能就是我很能赚钱，我的学历很高那我的性格呢是比较自我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独立自信的女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能奢求啊，我就是要强势，我就是要任性的来啊，我找一个男的呢，他就得优秀，还得有钱，还得包容理解我。那人家优秀的有钱的男人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吗？人家为什么要找你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包容一个人？所有的人赚钱或者是想走到高位的，追求的本质就是自由，本身追求的就是那种掌控感、自由感。我不需要被别人约束着。你想要让你自己更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追求这种自由，对不对？我不想花心思去搞定男人，我不想讨好男人，我也不想去对任何人那么用心。那本身你也是在追求这个东西啊，所以那你凭什么你就要强势就要任性，而对方就得包容你迁就你呢？对不对？最近呢来了个92年的男生啊，上来就跟我说啊，只有一个需求，就是呢他想找一个正常点的女孩。话说这男孩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北京人，有房有车，他自己呢是硕士学历，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男孩长相性格也都挺不错的。他说呢，最近这几个月以来，他相亲都相了不下10几个女生了，但是他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劲儿。他就问我啊，说现在的女生是不是都这样啊？怎么感觉一个个都不太正常呢？要不就是自己不正常。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啊，他这半年来的遭遇。他说啊，跟这些女孩聊天真的是很要命，要么就是半天了才回复你的信息，甚至呢有1、2天才回复的，要么呢就是聊天的时候啊惜字如金，回复的内容特别的少啊，基本都是嗯啊哦啊，这种时候是比较多的。这种呢他其实很快也就不聊了啊。你想硬着头皮去找话题啊，太累了。最后呢介绍人还会传过话来啊，说女生说自己啊不积极不主动，聊几天就不聊了，没有一点耐心。可是明明是他们很冷淡啊，还把屎盆子扣在他头上，真的是气死了。然后呢女生还会跟别人去分享啊，说相亲男太下头了之类的话。这个时候啊，不管是媒人还是家长，都会督促男生说你要脸皮厚一点呀，嘴巴甜一点，你主动一点嘛。但是啊，却从来没有人去告诉女生你应该怎么主动，怎么去回应。还有的女生啊，约出来见个面呀，吃饭的地方选的不好，她还会特别的不高兴，给男生脸色看，然后啊，就再也约不出来了。还有的呢是啊，约会多少次了啊，连一瓶矿泉水的钱啊都舍不得付，就看着男生啊像个舔狗似的啊，在那各种买，各种付，女生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他说啊，现在相亲真的啊都是这种舔狗式的相亲吗？真的是把男生往绝路上逼呀。我们也需要尊严，我们也需要对方的付出，我们也希望对方有所回应。那什么都得先考验男生的诚意，那你们女生的诚意到底在哪儿呢？难道女生的诚意就是爱答不理吗？女生的诚意就是这边花着男生的钱，那边还说着男生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对劲儿吗？还有个女生啊，都临着要见家长了啊，突然说啊，婚后必须上交工资卡，房产上呢必须加自己的名字，这还没结婚呢就开始算计上自己家里的钱和财产了。总之他说现在啊就想找个正常点的啊，能正常谈个恋爱的。其实这种事儿啊，我相信好多人都经历过。其实在这场闹剧里边，我觉得啊这个男生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反而是我要告诫女生们，现在时代真的变了，你既然进入了相亲这个圈子，就别想着等男生来追你了，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你不愿意主动一点点的话，你只会被很快的淘汰掉，明白吗？这红娘做久了啊，真的是啊，什么样的人你都能见到，什么样的事儿你都能碰到。我一直呢都在说要抵制毒鸡汤泛滥，可是啊，我现在觉得毒鸡汤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有些女人那颗不知廉耻的心啊，一谈恋爱就想着办法啊搞男人的钱。最近有一个24岁的姑娘啊跟我说，她相亲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大叔，这个大叔呢真的是很喜欢她，对她很好，也很大方，要什么买什么，真的是像疼女儿一样疼她。谈了快1年了，大叔给她送了套房子，说想跟她结婚。姑娘说那结婚的话得先给她买一辆80万以上的车，再给她200万现金，才愿意跟大叔去见父母。大叔虽然答应了她，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我就问她，你是真心想嫁给他吗？我这一问，她反而有点犹豫了，说我就是想拿了钱之后再说嘛。然后啊，她还问我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叔先把钱给她。我当时听了这话啊，气都不打一处来了，真的不知道啊什么样的父母能生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来呢？现在一些年轻的女生真的是啊道德很沦丧啊，已经都没有下限了。渣女的数量啊，我觉得比渣男的数量要多几10倍都不止。
他还给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是一个主播啊在教年轻的女生怎么搞男人的钱。这个视频啊居然点赞几十万啊，评论区里边全是女人，一帮年轻的小绿茶啊，各种提问，各种分享攀比啊，在男人那儿搞了多少钱啊。那些30、40岁的女人啊也跟着起哄啊，懊悔啊自己怎么就这么傻啊，完全就不懂这些套路，恨自己学得太晚了，白活了这么多年，真的是啊毁三观。这满屏啊都是怎么搞钱，怎么搞大叔。我想说啊，这些丑恶的灵魂怎么是怎么练就的呢？这些人的有灵魂啊，我觉得都是抬举他们了。这些丑恶的嘴脸啊，真的是令人作呕。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词穷，道德沦丧啊，到如此境界，真的是人类的悲哀。竟如此赤裸裸的啊，暴露丑恶的人性。如今呢，这些渣男啊，跟这些渣女啊相比啊，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么多想不劳而获的人啊，不知廉耻的心，怎么会没有毒鸡汤泛滥呢？为什么毒鸡汤毒不到男人呢？因为男人觉得这些什么套路啊、攻心计啊，他觉得是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不太被他们主流的群体接受的嘛。一个搞钱视频啊，几十万的点赞啊，如此庞大的数量，这种丑恶的势力啊，不可小觑的。同时呢，也提醒那些想通过套路搞钱的女人，想做绿茶的女人，别把男人当傻瓜。他愿意给你花钱，那是爱你，不是傻，你懂吗？我就发现啊，现在的女生真的是太多幻觉了。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点冷水。以下观点你是不是也会有？幻觉一啊，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我，有的是大把的男人追我的。我拜托啊，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恭喜你，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啊，那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好吗？幻觉二，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可是据我观察，现在来相亲的80%都是女性，挤破了头要嫁出去的。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啊，都会被家里人啊催。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幻觉三，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我真的是啊，我想笑出声来的。你是认为找个有钱人很容易吗？那有钱人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吗？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人家呀是有钱，又不是有病。幻觉四，只要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的，低头来哄我，不哄，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小妹，你真的太天真了。发生了关系，男人的目的就达到了，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不大。真的会来哄你的，那是真爱，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幻觉五，我跟你离了婚，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我的那个天呀哦，你还真的是中毒中得太深了啊！这些毒鸡汤，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都找不到对象了，就你一个离异的女人还想找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图你结过婚生过孩子，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珠黄啊？别跟我说你优秀啊，男人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你的优秀啊他还真看不上，明白吗？哎呀，最近啊又遇到了梦幻派的老仙女了啊，来给我添堵啊。39岁了啊，长相身材确实保持的还可以，但是这一根筋的思想真的是要把你给气吐血。人家觉得自己可美了，别人都说自己看上去才28、9岁，他自己一年也挣100多万啊，就是这个原因。他说啊，找个跟自己收入差不多的，或者能力比自己更强的，他觉得不算过分的这个要求。可是我觉得他的要求已经要上天了。为什么？我们给他介绍公务员，他嫌人家挣的太少了；我们给他介绍公司的高管，他又说人家太忙了，天天要加班，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给他介绍个公司的老板呢，他还是不满意，不是身高长相不过关，就是行业性质不喜欢，最后各个方面都合适的，他又说见了2面没感觉，还说男生不主动，总是自己找话题，520那天什么表示都没有。最后啊，真的是要气死人啊！这不我们又给他推荐了一个40多岁的离异男士吗？公司的老板啊，他突然就变脸了，说年龄这么大了呀，哎呀，这还是离婚的，这个岁数一年才挣200万，那我图他啥呀？难道我图他的老，图他的离异的？你们说是不是无语啊？我真的是很想问一问，那你嫌人家老你不老吗？你都出来相亲了，到底有没有带脑子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非得怀揣一颗少女心？
要找什么感觉？我真的不是打击你们啊，相亲见面就没有几个啊，上来就有感觉的。有这种思想的人，你呀，相再多都没戏的。除非你的颜值很高，对方的颜值也很高，你们俩看一眼啊，荷尔蒙就开始蔓延了。相亲能一见钟情的，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真的就没有见过几对儿。还有啊，你都走到相亲这一步了，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小女孩的优势吗？你就别想着男人还会对你鞍前马后啊，还特别的积极主动，给你送花送礼物讨好你了。人家既然是优质男人，那干嘛非得找你啊？你还想着人家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要有仪式感，什么矜持慢热，你一样都没落下啊。要真的是同样都有这些要求的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要是能满足，那人家干嘛不选一个年轻的呢？你说是不是？你看评论区的男人来说说呗，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年轻人呐，只要你一跟他提到这个结婚找对象啊，男女那点事儿，他们真的互相特别排斥，谁都看不上谁。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女生啊。现在啊，有一波这样的女生真的不在少数的。明明自己出生在很普通的家庭，颜值呢也是一般般，普普通通的学历，也普普通通的工作，工资呢也就勉强养活自己。但是就是这样的她们啊，却有一个天马行空的大脑，满脑子都是男朋友是什么标准，1.8米的身高，有房有车有存款，最好全款买的房没贷款，年薪必须得50万以上，结婚后啊不用去上班，老公养着自己就好了，至于孩子嘛交给公婆带。他们天天的被这些电视剧严重洗脑了，整天就幻想着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桥段，达不到这样的条件呢，他就免谈。抱着这种思想的女生，将来估计有一大批的大龄剩女根本就嫁不出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作的。为啥呢？你也不想想，就房子这一项，同年龄阶段的男生有几个能靠自己的收入买全款的房子？别说是在北京、上海这种1线城市，就是在2线城市也是不容易实现的。那就这一条已经排除掉一大半的男生了，对吧？你再加上你还要求年收入50万以上这个条件，那咱想想，有几个30岁以下的男生能够达到年薪50万呢？毕竟还是凤毛麟角的一些人。那这种条件的人，他是稀缺的呀。他是缺媳妇儿还是缺智商啊？他们找对象啊，也会看对方的条件的。那你说，如果人家找你，那喜欢你什么嘛？喜欢你不会做家务啊，还是喜欢你工资只有3500啊？咱们有些小姐妹啊，你想让这样的男生选择你，那你得在女生当中是个佼佼者啊，不论你的颜值、学历还是家境都得跟得上啊。还有甚者啊，想找资产过亿的男人，那这些女生天天你真的做梦吧？你也不想想，财富积累也是需要时间的，暴发户啊毕竟是少数的，那资产过亿的男人年龄必然是不小了。大叔们啊，要么都是已婚人士了，他们的媳妇儿难道不是从花季少女的时候陪着大叔一起白手起家创业的吗？哪有那么多的不劳而获？这样的女生啊，你呀好好想想吧啊！霸道总裁爱上傻白甜这样的桥段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我今天啊想跟你们说一个未来啊婚恋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可能愿意结婚的男人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男人现在似乎啊他没有那么需要女人，也没有那么需要婚姻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一共就有3点啊，虽然有点扎心，但是都非常现实的。而且呢，这第3点可能会让你无法接受的。第一呢，就是男人他这一辈子几乎都被金钱捆绑着，被责任压榨着。那现在的女人呢，都去和有钱的男人谈感情，和没有钱的男人去谈钱。一个月入2、3千的女人，她可以去刷爆信用卡，去旅游，去玩，做一个快乐的月光族。而一个月入过万的男人啊，却是个穷光蛋。每个月房贷、车贷、父母的赡养费、儿女的补课费，男人这一辈子他都在拼命的挣扎。到头来呢，财产是儿女的，工资卡是老婆的，留给自己的呢，只有那个无尽的委屈和辛苦的汗水。挣得少了，甚至还得被老婆和儿女看不起。第2点，90%以上的女人呐，甚至都是嫌弃和看不起自己的老公的。大多数的老公呢，都会被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现在老公被老婆嫌弃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本事，就是因为没情调，所以呢，才会对其他的男人去动心啊。我真的是很佩服啊。最后的这一点，当今社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女人如果没有钱呀，90%以上的男人都愿意养着她。那反过来呢，当一个男人没有钱的时候，90%以上的女人都想远离他，生怕沾上他甩不掉了。所以说男人呢，你只能选择一个人去疗伤，一个人呢去自愈。以上的这3点就是男人他背负的这些责任和重负，压得他们呢想躺平了。或许不需要女人，不需要婚姻，才能让自己过得舒坦点。与其爱得那么卑微，还不如自己潇潇洒洒开开心心的过得好点的。你们觉得他们的想法对不对？你们觉得我说的有这种可能性吗？